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梅菜煎饺。先料理个梅菜内馅，然后再裹上一层面粉皮，用半煎半油炸处理。整个饺子皮是酥酥脆脆的，配搭上咸咸香香内馅，特别好吃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制作。干货内倒入4大匙食用油，约60毫升左右。40克红葱片倒入，中火爆香。在葱片表面微微焦时，再加入40克蒜末，然后再一起油爆至葱蒜末呈金黄色。好了，大约这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加入220克肉末，这肉末肥瘦比率约3:7，这样的肉末带点油花，拌炒后会散发一股油脂香，真的很香哦。肉末一直拌炒至视频中这状态，这过程约2分钟左右，然后再将预先浸泡过、切细的梅菜加入。这梅菜浸泡后重340克，这梅菜有分为咸与甜2种。舅舅今天用的是咸口味的，足足浸泡了4-5个小时了，口味上是比较不咸了，但是梅菜味依旧很浓很香。拌炒后开始调味，将1大匙生抽从锅边倒入，呛一呛味，1大匙麻油，1大匙白糖，最后再1大匙胡椒粉，接着再拌炒均匀。起锅前先试个味，如果觉得梅菜咸度不够，又或者个人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这时候还可以再加入适量盐拌炒。一切都满意后再盛起，美味内馅就完成了。先让它搁置一旁，待凉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饺子皮部分。料理盆内倒入300克普通中筋面粉，1/4小匙盐，让饺子皮有点底味。285克热水，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，将这面粉拌成面絮状。这热水要慢慢一点一点加入，面粉的吸水量大，这热水一下冲进来，会将这面粉冲成糊状。这水很烫，记得要小心处理，避免烫伤。在面团比较降温，手部可以接受的温度后，这时候再将35克食用油加入，再将油与面团一起揉匀。相较包子皮面团，这个面团会稍微偏软，揉起来会一点粘手，不要担心，这是对的。将盆底残留的粉刮一刮干净，再揉一揉。接着盖好，让它松弛个15分钟。备好一个盘子，在表面抹一层薄油，这是松弛后的面团，揪出小剂，每小剂约20克，取出1小份干粉，在小剂面团表面上点粉防粘，按阴按平，擀面杖一样上点粉，再将面团擀成薄片。擀成这样直径约10公分圆片，因为要把膏体做成三角形，所以在面皮表面标个三角形记号，然后在正中勺入适量梅菜内馅。面皮边缘稍微按薄一些，再拉起面皮往内折，折叠出一个三角形状。
这样一个梅菜煎饺生坯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三角形做法有点难度高，那您也可以将它裹成包子形状，再稍微按扁一些，那就会简单多了。其实一切熟能生巧，只要不怕难，多做几个就能上手。又完成了一个。此食谱完成后共30个，用个平底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。今天用半煎炸做法，油量不用多，炉保持中低火，待油热后将梅菜生坯逐一放入。初下锅时不要翻动，待饺子煎至金黄色后才翻面。饺子煎至两面金黄色就能起锅。相同的步骤重复至完成。如果油温拿捏得好，成品表面将会布满大大小小的珍珠泡。趁热享用，口感上是酥酥脆脆的，冷却后会变得比较软韧，配搭咸咸香香梅菜内馅，一口气可以吃下很多个。我吃了5个。那今晚就不要吃晚餐了。OK。请大家帮忙订阅与分享我们的频道，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谢谢大家。